高贵呀。这次物料成本你真得自己付了。是啊，我跟老大就是这么承诺的。啊，新人就别逞强了。根据我的经验啊，这美堂是不会付钱了。就是啊，公司帮你垫付的钱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。要是你还不上的话，这些事情都是能想办法解决的嘛，又不是说现在已经到绝路上了。那你想什么办法呀？你要是还不上的话，你就成信用卡奴隶了。你想在咱们这儿打工打一辈子，打成老太太？我现在就想办法解决去。哎，小姑娘，哎，站住！不是你来干嘛呢？这不能进来，快出去！来，出来！出来说！这里不是美堂的加工厂吗？是呀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想来问一下，这里电路是不是出问题，需要停工检修啊？不是，你是来干什么的呀？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，我是美堂合作的公关公司，还等着这边的货做促销活动呢，所以想找负责人了解一下情况。哦，你这样啊，让负责人过来接你一下，要不然你进不去啊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大哥，我也不是骗子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你们钟总。什么总总不总总的？我跟你说了，在这儿我们厂长最大，你快赶紧回去啊，要不然报警了啊！快！吃饭呢？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就是这次停工检修是什么原因？您清楚吗？这我怎么知道呀？反正都是领导安排的。我们也在纳闷呢。你说，本来生产的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通知停工了呢？突然通知？那停工前就没出现故障什么的？没有啊，都挺好的。流水线也没有什么故障。哦，对了，说是要排除安全隐患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？嗨，你还敢偷摸溜进来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小心走进来的。我在你们这边太大了，我迷路了，对不起啊。你在哪儿？来，进去。去，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等下报警了，你自己解释啊。
大哥，你就把我放了吧，我又不是坏人。放了你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放了你一个人，明天就100个你这样的人进来，绝对不能轻饶。值班室，去门口接一下钟总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我来了啊，坐好了啊，老实待着啊。哎，钟总是吧？对对对啊，厂长跟我说过了，说你要过来，咱们要不现在就去见厂长？行，哎，好，走，这边啊。哎，等会儿，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刚抓了小偷。小偷啊？这厂都停工了，小偷偷什么？嗨，这我也不知道呀。这小姑娘鬼鬼祟祟的，问她什么都不说，她跑到里边去打听，也不知道打听什么。我一看就不像好人。哎，待会儿帮我美言几句啊，周总。嘿嘿。你这个保安呀，好人坏人分不清楚。这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这么给我关着。妈，客人呢？妈呀，误会了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了啊！哎呀，你跑这么大老远过来干嘛呢？我要来找厂长。回去洗洗睡吧，别跟我添乱。啊，带我去见厂长。哎，好嘞。这边，哎，这边。哎，我也要去。哟，钟总，来，快请进，坐。哎呀，早知道你来，我过去接你啊。哎，这么点小事就不麻烦厂长了。哎，钟总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哎呀，最近工厂停工，损失很严重。我过来呢，就是想看看工厂什么时候能开工。哎呦，这样我有可能疏忽了。这事儿，要不晚上一起喝酒，咱慢慢聊。不了，我就是想知道最快什么时候能开工。哎呀，这安排工程师全面检修，满打满算，咱们要中秋后才能开工了。我这心里啊也十分着急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我在这厂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想缺货呀，是吧？那个厂长，我问了一下工人，他们说这个生产线没有出现问题。那既然要停工检修，您得给我们个说法，到底是哪个环节有了问题？那我们肯定也会理解和支持的。就是安全隐患这个事儿吧，它其实是个大事儿。你看啊，它一方面是人身安全，一方面呢是生产安全。可是这个安全，它到底应该怎么安全？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，是吧？这事儿呢，它肯定很重要，是吧？你们呢，肯定也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等，所以您是怎么确定这个安全有问题的呢？嗨，这发现问题呢，它就要解决问题。那如果我不全面检修，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问题啊？是吧？这个问题啊，都是在检修中发现。啊，哎，行吧，那我们就走了。看厂长这个样子还挺忙的，那就不打扰了。别走，晚上一起喝点吧。不了，走吧。啊，真走啊？不送。那我不送了啊。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。我怎么了我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厂长很明显在隐瞒一些什么。你作为一个老板，为什么拆穿他？而且，你只要施加压力，他肯定能出货。我才刚来公司负责工作没多久，还都不知道是谁放这头消息，这么硬来的话，肯定是不妥的呀。哪里不妥？为什么不妥？你坑我一个人就算了，你还要坑我们公司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们公司打的款收不回来，所有成本要我一个人承担。算了，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不管我做再多，在你眼里什么都不算。真是看错人了。喂，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又到了发奖金的日子啦！还完信用卡，又要期待下个月发工资了。是啊，还信用卡，不让赚钱的快乐也消失吧。虽然吧，但是吧，有一些事儿确实可以让人忘掉一些烦恼。要不我们商量商量晚上吃什么？哎，每个月公司都有一次聚餐，我们得选个好日子了，比如今天。你们去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不去了啊。
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吃火锅，我请客。老大这么好，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高贵，老大很少请客的，有什么事儿吃完火锅再说啊。对呀，一起去吧。哎，好吧。小高，我先走了。你还不走吗？你快点，我们都等着你呢。啊，别等我了，你们先吃吧。高贵的工作积极性让我们职业干饭人看起来都自惭形秽啊。哎，娟然姐，等我一下。快点！来了。高贵，哎，快点儿吃饭。啊，我再忙一会儿，你们先吃吧。啊，快点啊！哦。哎，你们部门今天不是聚餐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别告诉我他们又没叫你。叫是叫了，我这不是没什么心思吃吗？面对这个雷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自己还信用卡，公司付的所有成本由我自己承担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这是打工，不是创业。哎呀，现在信守承诺已经是我最后的尊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我肯定要负责到底的。大不了我就多找几份兼职，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吧。那我下班啦。这怎么还没开麦就提前不服了？这就是饥饿营销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切，我们本来也没想买。粉转黑，是不是骗人的？毕竟工厂的停工问题也不是我们信达公关的责任。哎呀，我们当时双方签的合同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吧？里面有免责条款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根据最终销量结算账款。现在销量为0了，我们无需支付。现在的这个局面是我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，但是本着合作的契约精神，贵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一部分的损失呢？把工厂的生产线的问题推卸给一家公关公司，这样的话传出去，估计也会被同行笑话吧。你要明白一点啊，但凡我有一丁点办法，我都不会让局面变得如此难看。但现在一切只能按照合同走，我们确实没办法付款。明明是工厂的问题，为什么要让信达公关承担费用？钟总，让供货商先垫款是您提的，哎，不过我知道您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节约公司成本。可是这是工厂的问题，我没有说过这部分也得他们垫款吧？这就是我们下属要替您分忧的，你没想到。我想到了，而且我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里了，这就是我对公司的忠诚，我绝对不会让公司损失1分钱的。不过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要觉得良心过意不去的话，自掏腰包解决问题，我也没意见。这车不错，确定都卖吗？卖。赛车也卖吗？卖。签字。
求求了，别再问我该怎么办了。虽然我有 Plan B， 但好像确实不是什么好办法。真是替你着急。雨珊，你现在替我着急也没什么用，让我自己待会儿吧，我好好想想办法。是这样，孙副总，你把之前印刷杯桶印刷厂的未结清的款项给结了吧？谁掏钱？我个人承担。不是，周总啊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你说你哪来的钱啊？你可千万别为了筹钱走上歪门邪道啊，毁一生啊！想多了，正道。那行，我现在去给你打款。哼，哎呀，打款，他这是干什么去了？他说要帮信达公关付款。什么款？就是信达公关那个中秋促销项目的印刷成本，当时不是让他们承担吗？这后来没出货，所以那个钱，这不他要自己掏腰包解决问题吗？这也太不专业了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想在他那个小女朋友面前显摆显摆。他我还是了解的，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又不存钱，怕是无能为力吧。你好，想好了吗？来吧，美女，上车吧。等一下，喂，真的啊？太好了！那个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用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耍我呢？钟总，中秋促销方案现在已经彻底失败，整个季度你有弥补措施吗？你有好好听我说话吗？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。我都知道，我还以为你们只会反对我做的任何决策呢。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个解决方案，直接来找我这个代班总裁签字吗？我反对的是我认为会扰乱公司正常运转的部分。钟总，你要明白，我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，我对这里是有感情的。如果公司真的出什么问题，我是比谁都要更着急、更焦虑的。能有你这样的同事，我真的很欣慰。我哥好眼光。所以你有什么计划呢？没有。你呢？先去找孙副总监商量一下，别让我再好好想想。啊，我的心好痛啊！我跟你一样，最近把我所有的宝贝都卖了。感受到心尖尖的疼痛了吧？哈哈，不过我最近超顺利，好运传递给你。那我可得沾沾喜气，听说好事都会成双。给工厂的款解决了，最近在公司没再遇到麻烦了吧？
谢钟总的支持，接下来会继续全力以赴。妈，我那双袜子你给我放哪儿了呀？我到哪儿都找不着。你是不是又塞柜子里了？是这一双袜子，这个。哇，妈，你说他们能给咱退吗？差不多吧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不好意思，亲爱的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哎呀，刚刚有个客户非得让我去，我这不抽时间出来见您了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今天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来的真妙，赶上我们周年庆了，充5000送2000的活动，亲爱的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呀？那个，我们来是想问，这张卡没有消费的部分，可以退款吗？哎呦，宝子来了！今天是打算烫个时髦的头发呀，还是染个颜色？哎呦，你这头发呀有点毛草，要是在我们店做个半年的护理，保证你油光水滑的。那个，我们今天来是想把这个卡里的余额退掉。亲爱的，咱们呀，要不再来个全套的皮肤保养？哎呦，是不是上次有谁招待不周了？哎呀，亲爱的，咱就是说，是不是想去别家做脸呀，亲爱的？二位打算什么时候来烫个头发呀？去黑头、去死皮、去细纹啊，做的非常的好，亲爱的。染个颜色，实在不行啊，做个头皮护理。您说这么多，所以什么时候能退款呢？您直接说一个日期就可以。我得和总部申请，至少3个月给您答复。二位要是实在想退的话，可以介绍几个新朋友过来，一次性办理2万元的储蓄卡，可以退你们30%的余额呢。那剩下的钱呢？哎呦，多介绍几个新朋友加入嘛。那到时候要是答复不行呢？哎，那没关系的，我再申请嘛，然后再等3个月给您答复啊。妈，咱们走。那您慢走啊，亲爱的。那卡不退了呗？没事，妈，咱再商量商量，总会有办法的啊。经理，又见面了。我们今天还带了好多亲属来，大家排好队，哎，有点秩序啊，有点秩序。排好了，排好了。大姐，你看你想做什么项目啊？哎，就这个。至尊美丽，重获青春，48套餐 A， 套餐 A 刷卡。亲爱的，你这样做不符合我们店里的规定呢，亲爱的。怎么不符合规定了？您自己说的，这个卡可供个人及亲属使用。对的，亲爱的，那其他人不能用的，亲爱的。怎么是其他人啦？他们呢都是我亲戚。对，我们都是亲戚啊。行了，你也别愣了，赶紧给我三姨安排服务吧，亲爱的。飞花老师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。那咱这也算是变相的把卡给退了。哎，芳芳，哎，我也做好嘞。是吗？好滋润的你，谁弄的？哎，谢谢。5折以后是438。哦，好，你给我400就行了。太值了。好，过去了啊。哎，谢谢。芬芳，这么高级的店，你要不给我折扣，我平时还舍不得来呢。以后还有这样机会啦？哦，有。这里的卡的基本余额都用完了。哎，不过明天是美发店的专场，你要想做个时髦头发，别错过机会啊！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芬芳。哎，我再多叫几个姐妹一起过去。是吗？太好了，好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！再见，明天见哈。哦，感谢啊。哦，天哪！您的牛排请慢用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好香啊！太久没吃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好久都没有，别说吃，我连看我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
我今天晚上再拿不到钱，我都想用那个信用卡了。哎，干嘛呢你？快吃啊！要是有好看的，你可得帮我挑一下。那肯定的。哎，高贵，阿姨好。哎，你们也在这吃饭呀？是啊。高贵，这么久没见，你都在忙什么呢？我最近就忙着工作呢。哎，对了，高贵啊，我们俩一会儿要去参加一个品牌发布会，还有个空位，要不要一起呀？我就不去了，一会儿还要加班呢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阿姨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过去跟他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不跟他们一块儿去玩玩？可能是处境不一样了吧，总觉得现在跟他们在一起，有点不太自在。哎，快吃吧。王楠楠，哎，既然公司现在乱七八糟的，不如我们帮小钟总铺铺路啊！我感觉他离滚蛋不远了。要是公司没有了的话，不光是他要滚蛋，连我们一起滚蛋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负能量这么重吗？你不觉得这次的停工是杀敌800，自损1000吗？错过了这个黄金的销售期，我们的损失真的太大了。要让小钟总失去权威，难免要有点损失的嘛。现在就是个好机会啊！公司的状况你和我都了解，要是这么一直亏损下去的话，很有可能被集团彻底放弃。公司是美滋味集团的，在其位谋其职就可以啦，又不是我们的。你不是天天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吗？不是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我对我阴阳怪气的。孙总，我问你，这次工厂的停工检修是真的有安全隐患，还是人为因素制造的安全隐患？我在工厂那边也认识几个人，他们跟我汇报说，话不可以乱说啊！现在万事都要讲究个证据，不然就是诽谤喽。话说回来，虽然公司有损失，小钟总有损失，但是对于咱俩未来的发展，没有损失吧？不管小钟总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离职，咱俩未来都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我确实很想升职，但是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再沉默了。陆总监，陪我出去见个人。好的。我希望你能好自为之。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萌芽熊动漫公司的林总吗？嗯，我跟他已经达成了口头合作意向。他们那个 IP 呢，在各个年龄段都特别受欢迎。美堂将会成为他们公司对于零食类产品展开联名合作的第一次试水。确实，像我这种平时不看动漫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动漫形象。如果能够跟他们合作的话，对于我们美堂是非常好的。只不过，哎，林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陆总监。哎，要不然我们打2局，放松一下，热个身。那2位老板开始吧。我不是特别会打，而且我还有几个邮件需要处理一下。那请。行吧，来。哎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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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尽力了。哎呀，林总，我这水平啊，没办法陪您玩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先把合同签了，改天我带您赛车去。哎，这个先不着急，那个再等一等时机啊。林总这么说好像非常没有诚意啊。我们钟总平时是非常忙的，今天是刻意调整了档期来见您。哎，林总肯定也是挤时间出来的，这一看满满的诚意嘛，对不对？
要不这样，我跟陆总监打一局，如果陆总监赢的话，我就把这个签了，怎么样？好。 1比0。2比0。10比0。行吧，那就不耽误大家的娱乐时间了啊！签完我们继续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不会打球吗？但你为什么打球打得这么好？我在大学一直是羽毛球队的冠军。你大学就开始打球了？在这里签字。 还有一份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先走了，感觉有点多余啊。哎，不是说这签完合同就走啊？不是说要打球的吗？陆总监有时间啊，让陆总监陪你接着打。如果今天太累的话，明天给你放天假。哦，我先走了。我们再打2局吧，看你打那么好，你可以指导指导我一下。 再说了，我打的也没那么差吧，这技术还行吧？确实你的捡球的技术呢还不错。至于打球吧，咱们下一次。怎么感觉遇到俩骗子了呢？ 钟总，我们拿到了新的动漫 IP《萌芽熊》的角色授权。哇！所以呢，现在就是开会讨论一下，怎么样探索一下新的方向，把整体的销量给拉起来。也不能让你辛苦做的那些杯桶用在仓库里吧。嗯，星兜的这个动漫形象呢，它的设计灵感是仙人掌，这个是从小朋友到大人都是可以购买的。像小朋友呢，陆总监，要不然咱们中间休息一下，吃个饭。好，那休息40分钟吧。会不会有点赶？钟总，现在不是好好吃饭的时候。好的，好的，听你的。哇。那钟总，我也去便利店吃个饭哈。我点了外卖，我去拿，你等我一下。钟总，这些外卖都是你点的？对啊。我们老大张总监之前也给我点过，哎，跟你点的一模一样，你们真有默契。啊，是不是那天晚上你加班在办公室里吃的那些？对啊。那是我点的，快吃吧。你点的？你干嘛给我点这些啊？你们张总监呢？之前问我给你的工作任务多不多？要不是他问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了我们公司这个项目每天熬得不睡觉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我岂不是要负责任？谢谢钟总。好，给。喂，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等你回来一起吃啊。我这个老员工，这是给你们最好的一个建议，一定要听话，懂不懂？是。一会儿回去呢，把这资料给我弄好，给我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们先回去。哎，好的，师傅。哎呀，这个小钟总，哎呀，这，我给叫个车。不用了，就2公里。等你车到了，我人都到了。总裁出门，那蹬这个，这不体面。哎，你那个心爱的小摩托车呢？好久没见他了呀！我这说到他，我想起他来了。他之前不就停这儿吗？卖了，不然哪来的钱给信达打款？是吧？不至于。
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回去跟他们说一下，会议明天再继续。行，慢点蹬啊，钟总，比不上小摩托车啊你。林高贵，你打包回去吃吧。小钟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啊？他干嘛去？小钟总干嘛去？还得给你汇报吗？打包带走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高贵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小钟总为了给你们付款，把他心爱的摩托车都给卖了。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啊！你们可得好好工作哦，才能对得起他的付出。你是说，中秋杯桶的印刷成本是钟总卖车才付的？嘘，得保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老大，我听说钟总是把摩托车卖了才给咱们付的钱，他没出公司的钱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他怎么办都好，哎，你呀，真不知道怎么说你。操心吧，确实对，但是你的位置也不需要操心这么多。喂？什么？我这就过去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今天都要运走，可不能再留在这儿了啊！谢谢。你们那个赶紧忙。你好，问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突然要把货都拉走啊？啊，现在仓库经常出现故障，我们要清空仓库进行维修。你们这些货呢，就不能再放在这儿了。那这样，能不能等工厂一出货，我们第一时间运出去？现在不拿走，可就报废了啊！哎，别捣乱。不行，起码等钟总发话了再说。这是孙副总让我们搬的，走开。赶紧躲开！也笑着谈起最